警報響起，韋伯把確定性推翻了。我們以為懂了宇宙，結果他換了一套規則。NASA 的科學家罕見地拉響警報，詹姆斯·韋伯太空望遠鏡帶回來的證據，正在暗示我們以為熟悉的宇宙，可能根本不是我們以為的那個版本。很長一段時间裡，天文學家都相信，宇宙從哪裡來，怎麼長大，我們已經掌握了8、9不離10的框架。直到韋伯望遠鏡升空，把自信推到了重新考試的門口。而韋伯越看越多，越像是在告訴我們，有一批现象和天体正在一条条卡住現有模型的齒輪，怎麼對都对不上。你想想看，大爆炸後才過幾億年，宇宙還在嬰兒期，星系怎麼就能長到幾乎接近銀河系這種重量級？這速度快得像是跳過了好幾章成長史。更離譜的是，宇宙膨脹的實際測速還偏偏比理論預期快一大截。就像你按導航走，明明是限速60，儀表盤卻一直顯示70多。甚至連星系轉向的觀測都逼出一種聽起來很瘋狂的設想，我們這整個宇宙可能只是更大宇宙裡的一個內嵌層，像套娃一樣被包在裡面。今天這集我們就來拆解韋伯到底看到了哪些讓人坐不住的發現，為什麼他讓科學家既興奮又緊張，甚至有人開始認真懷疑宇宙可能不止一個。時間回到2021年12月25日，韋伯望遠鏡被送向太空深處那一刻，專家們給他立下的總任務其實非常清晰，也非常大膽。一句話，他要改變的不是細節，而是我們看宇宙的整副眼鏡，甚至可能要換一套鏡片。4年後的今天，事實證明，這台造價約100億美元的宇宙之眼不但在完成任務，而且完成得太好了，好到把很多舊答案都逼到牆角。只是研究人員可能並不想用這種方式成功，因為它帶來的不是舒適的確認，而是一連串不得不面对的新麻煩。韋伯是為紅外天文學量身打造的，他最擅長做的就是穿透塵埃，跨過極遠距離，去追蹤大爆炸與黑暗時代之後第一批點亮宇宙的恆星與星系。但韋伯一開眼，天文界就炸鍋了。原因也不複雜，他看到的東西不是差一點，而是經常和預期完全反方向，像把教科書翻過來讀。就共識崩裂，早期宇宙不該這麼成熟。從嬰兒星系到巨型青年，劇情走偏了。在此之前，很多專家是真的相信宇宙如何一步步演化，我们已經搭好了一套相當完整、能自洽的敘事。按傳統理解，宇宙在大約138億年前誕生之後，還要經歷數億年的慢熱期，第一批星系才會逐漸成型，慢慢出現雛形。而且這些早期星系理應比後來的星系瘦小得多，輕得多，像剛搭起來的棚架，而不是摩天大樓。畢竟在那個年代，普通物質的庫存並不充裕，材料不夠，工程自然做不大。這個推理聽起來很合理，所以大家一直以為早期星團應該是混亂的、粗糙的、結構簡單的，像剛攪拌好的麵團，還沒來得及發酵成型。與其叫它成熟星系，不如說那更像宇宙的建築工地，鋼筋水泥還在運，結構還在搭，遠不到可以入住的程度。另外，宇宙一直在膨脹這件事本來也是板上釘釘，從上世紀起就被反复確認，幾乎沒人懷疑。宇宙微波背景輻射、超新星的距離測量以及星系在大尺度上的分布，3套證據拼在一起，原本給出了相當一致的膨脹速度說明書。可問題來了，當我們把真實觀測數據拿來和哈勃常數的理論預測一對照，差距就出現了，而且不是噪音級別的小偏差。一開始，多數研究人員還很樂觀，等望遠鏡更準，
樣本更多，誤差更小。這種差異大概率會自己被修正掉。就連用來解釋可见物質運動的暗物質分布，以前也看似能被星系旋轉曲線描述得挺漂亮，模型跑得順，大家自然更安心。按這些曲線的預期，早期星系應該會比較亂，呈現更強的湍流，更多的不穩定，就像剛沸騰的鍋，翻滾不停。它們的旋轉曲線本應還沒整理成規矩的形狀，更關鍵的是，質量理應偏小，小到如果沒有暗物質撐場面，根本解釋不了它們為什麼還能轉得那麼快。總之，當時的共識是，宇宙歷史的大輪廓我們已經抓住了，該有的章節，該走的流程大致都寫好了，就算有些細節還沒解密，某些段落還模糊，但整體證據鏈看起來足夠扎實，足以讓人相信不會再出現那種顛覆級的意外。也正因為大家原本這麼篤定，韋伯一出手才顯得格外震撼，像你以為地基穩了，結果儀器告訴你下面還有空洞。從那一刻開始，我们就不斷撞進一些按理說不該存在的東西，它們不是稀奇，而是讓理論臉紅的那種存在。6個紅點，星系鑿茬把模型逼到牆角。巨型早期星系、氧元素以及暗物質的問號。韋伯到底怎麼掀翻標準模型？故事的開端非常低調，就在大熊座附近的天空裡，出現了6個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紅色小光點。但一深入分析才發現，這6個光點竟然是大爆炸後僅5億到7億年就已存在的早期星系。它們的出現方式、成長速度，幾乎把星系演化的舊認知整套撬動。科學家原本等着看嬰兒星系，瘦小稚嫩還沒長開，結果韋伯給他們看的卻像是巨型青年，體量龐大，結構成熟，完全超出所有人的預期。數據顯示，這6個銀河系鑿茬的恆星總質量就已經超過100億太陽質量，其中一個更誇張，甚至衝到1000億太陽質量級別，這在當時簡直像開了加速器。可按舊模型推算，當時根本不該有足夠的普通物質堆出這種規模的結構，於是他們直接變成天文學界的大難題，還被送了個很帶情緒的外號——宇宙破壞者，專門破壞我們原來的敘事。更要命的是，一開始大家還以為這只是個別異常，但很快事實證明，這不過是韋伯連環震撼的第一槍。緊接着又發現了 JAINT-GSZ-14-0， 它出現在大爆炸後僅 2.9 億年左右，卻再次亮得離譜，恆星豐富的過頭，像是把成長期壓縮成了短跑。而當韋伯在這裡捕捉到氧氣存在的證據時，疑團更大了，因為氧的出現通常意味着在此之前已經有好幾代大質量恆星誕生、燃燒、死亡，完成了元素鏈化的循環。更戲劇性的是，另一項發現 MONZ14 也同樣搶眼，它比對照對象還要更早約1000萬年出現，卻依舊亮得驚人，像在提醒我們，這不是單點異常，而是趨勢。這時你就不得不把目光拉回暗物質，它在整場戲裡的作用，可能比我們原先想的還要關鍵。從本質上說，暗物質就像一套看不見的腳手架，在早期宇宙裡先搭起骨架，讓普通物質有地方聚攏，有地方落腳。它把普通物質吸引過來，形成暗物質光暈的引力井。恆星和星系就像在这口井裡慢慢長大，穩定成型。如果少了這套額外的隱形支撐機制，要在這麼短時間裡拼出穩定星系幾乎難以想象。所以問題自然就來了，到底是哪一環我們算錯了？暗物質真的按我們早先那套理解在工作嗎？還是說它的行為遠比我們想象的更複雜，更有性格？又或者更激烈的可能是，我們得從源頭重寫星系形成的劇本，不只是改台詞，而是換導演、
換鏡頭語言。有一點幾乎可以確定，韋伯正在系統性的衝擊舊理解，迫使越來越多人對宇宙學標準模型提出更尖銳的質疑，不是挑刺，而是質疑根基。哈勃張力作時，宇宙膨脹到底誰說了算？2把尺子量同一個宇宙，卻得到2種答案。而膨脹速度偏快這件事，也不只是被早期巨型星系逼出來的。宇宙在好幾個方面都在用行動告訴我們，它並沒有按理論腳本乖乖演。就像前面提到的，宇宙不是一座固定尺寸的房子，它更像一張從誕生起就不斷被拉伸的网，一直在擴張，從未停歇。重點在這句，不是宇宙擠進某個更大的空間裡，而是空間本身在變大，尺度在長，尺子也在跟着被拉長。而且這膨脹的方式，還不是我們日常直觉那種從中心往外吹氣球的簡單版本，它更古怪，更不直觀。就像20世紀90年代天文学家震驚確認的，宇宙不僅在膨脹，還在加速膨脹，越長越快，像踩下油門的無形引擎。於是大家把鍋又交給暗能量，它被認為是加速膨脹的推手。但尷尬在於，和暗物質一樣，它到今天仍缺乏直接實驗確認。我們知道它像是存在，卻抓不住它的真身。所以關鍵問題就變成，宇宙到底膨脹的有多快？為此，科學家用一個核心參數來量化哈勃常數，它相當於宇宙的擴張速度表。但偏偏麻煩也正卡在這裡，這個速度表不同方法讀出來的數值不一樣，而且差得不小。按標準模型，哈勃常數大約是每100萬秒差距每秒67公里，可用真實觀測去測，結果經常跳到更高。像同一條路，用2把尺子量出了2種長度。更具體的說，用超新星、引力透鏡、造父變星、紅巨星等近距離測量體系算出來的值，往往在每100萬秒差距每秒73公里左右，比67明顯高出一截。這就是著名的哈勃張力。2套可靠的方法，為什麼得出2份互相拉扯的答案？到底哪邊在說真話？最先想到的當然是，會不會只是測量誤差？是不是儀器、校準、樣本選擇裡藏着某個系統偏差？而這正是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亞當·李斯團隊在幾個月前回頭重算哈勃常數時要追問的核心：誤差到底能不能解釋一切？還是說宇宙真的在違章？他們調用韋伯望遠鏡2年累積的數據做交叉驗證，最後得出一個讓人清醒甚至有點發涼的結論：哈勃張力並沒有被修掉，宇宙膨脹之謎反而更像是真的。更關鍵的是，研究團隊對目前最完整、最系統的韋伯數據集做綜合評估後，得出的總體哈勃常數大約是 72.6 公里每秒每100萬秒差距。也就是說，高值並不是偶然飄出来的。這一下就讓只是誤差、只是儀器不夠準這種解釋越來越站不住腳。差異不僅沒縮小，反而更像在反覆提醒，問題可能出在理論層面。那接下來就只剩一個更難的問題：如果不是誤差，那我們到底該怎麼解釋这種差距？最樸素也最可能的答案是，我們的知識還不完整。我們以為拼好的拼圖，其實還缺了幾塊關鍵碎片。尤其是對早期宇宙，我們可能漏掉了某個重要環節，比如在大爆炸之后的某個階段，出現過一種額外成分或額外效應，給宇宙來了一腳意想不到的助推。當然，也有人把矛頭指向更深處，會不會是暗物質的性質沒我們想的那麼簡單？又或者存在某種奇異粒子、原始磁場的隱藏特性？他們在早期宇宙裡悄悄改寫了演化路線。當標準燭光不標準，宇宙也許不止一層。從超新星修正到黑洞宇宙，答案可能在更外面。而接下來這條線索更刺激，韋伯引發的討論甚至走到一個聽起來像科幻的問題：我們的宇宙
會不會其實在一個黑洞裡面？更讓人頭皮發麻的是，新的分析還提出一種可能，也許我們一直以來對宇宙膨脹的量法本身就有系統性偏差，不是算錯一次，而是長期用錯尺子。而被點名的關鍵嫌疑人，正是 EA 型超新星，它們長期被當作宇宙學的標準燭光，是我們測距離、定尺度、推膨脹速度的最核心工具之一。但新的研究卻說，恰恰和大家默認的前提相反，這些燭光並不一定一樣亮。所謂標準，可能並沒有我們想的那麼標準。相反，證據顯示，發生在年輕恆星群裡的 EA 型超新星，可能會比老年恆星群裡的更暗一些。同樣的爆炸，亮度卻帶着環境的指紋。而一旦把這種亮度差異納入校正，結論就會大翻轉。宇宙膨脹不一定在加速，甚至可能已經明顯減慢。這等於把我們熟悉的劇情直接改寫。可如果真是這樣，那就意味着暗能量不可能是一個恆定不变的背景推理，它更像一個會隨時間變化的角色，而不是永遠同一張臉。更大膽的說法是，暗能量的影響可能正在变弱，宇宙那隻曾經踩油門的腳正在慢慢鬆開。一旦這些結果被更多數據坐實，宇宙學就要迎來一次根本性的范式轉變，不是補丁，而是換底層系統。標準模型會在 IEG 重拳，而我們也不得不再次承認，我們離真正看懂宇宙這座家園，可能還隔着很長一段未知的走廊。但更戲劇的是，這份不完全理解也許不只發生在宇宙內部的細節，它甚至可能牽扯到宇宙之外是否還有什麼。可這怎麼可能？聽起來就像在問，房子外面還有什麼？明明房子已經被定義成包含一切了。畢竟按字面意義，宇宙就該是總集合，時間、空間、物質、能量，全部打包在內。但它真的就只能這樣定義嗎？我們有沒有可能一直在用一个太自信的定義框住現實？答案可能是不一定。至少，越來越多跡象讓部分研究者願意把可能性重新打開。有些研究者提出，我們這個宇宙也許只是無限宇宙鏈條中的一環，像一串無盡項鏈裡的一顆珠子，並不特殊，也不孤單。而更令人興奮，也更挑戰直覺的版本是，我們的宇宙可能就誕生在某個黑洞的內部結構裡，我們以為是終點的地方，可能反而是入口。而最關鍵、最讓人屏住呼吸的部分在於，這不是純幻想。有些觀測現象竟然能被拿來做討論支點。韋伯的一些觀測結果，甚至被解讀為，我們可能真的身在其中而不自知，像生活在一個巨型、奇異的宇宙怪物腹中。聽着誇張，但邏輯鏈條正在被人一節節搭出來。具體來說，有研究團隊分析了263個遙遠星系的旋轉方向，結果發現一個意料之外的模式，不是完全隨機，而像是帶着某種偏好。直覺會告訴我們，如果宇宙在大尺度上是隨機、各項同性的，那順時針和逆時針旋轉的星系數量應該差不多，彼此抵消。但數據卻沒有這麼平均。相反，在那批樣本裡，居然出現了大約2/3順時針、1/3逆時針的失衡，像硬幣不是五五開，而是明顯偏向一面。於是就出現兩條解釋路線，要麼這是觀測與成像帶來的假象，要麼它真的反映了宇宙某種更深層的整體旋轉或結構偏向。第一種解釋比較保守，我們看到的失衡可能只是多普勒效應等觀測效應疊加後的結果，也就是說，像視覺錯覺一樣，數據看起來偏，但宇宙本身並不偏。而第二種解釋就非常勁爆，這種旋轉偏向可能意味着我們的宇宙起源於一個黑洞，而這個黑洞帶着自己的旋轉軸與首選旋轉方向，並且這種方向性以某種方式在宇宙大尺度上留下了痕跡。
這乍聽像瘋話，但支持者會說，它並非完全無根之木。在某些宇宙學框架下，例如與史瓦西解相關的思路，確實有人嘗試把黑洞內部與宇宙整體結構聯繫起來。而如果這種思路哪怕只對了一部分，它意味着什麼？那就太刺激了。我們可能正在接近一種全新的宇宙起源敘事。第一層含義是，我們的整個宇宙可能只是某個母宇宙裡一個黑洞的內部空間，我們以為的全部也許只是更大結構裡的一個房間。第二層含義更誇張，也更震撼。如果黑洞能夠孕育宇宙，那麼我們世界裡每一個超級黑洞，每一個宇宙级巨型怪物，都可能是通往另一個婴兒宇宙的入口。宇宙不再是孤島，而是一片不斷分支的群島。